想要搞清楚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如何定义左右的概念，那么我们要从源头说起。左右的概念起源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当时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法国国王路易16计划增税，于是在凡尔赛宫召集了3个等级的代表参加的会议，简称3级会议。会议的讨论结果是，第1等级和第2等级的代表主要是教士和贵族，绝大多数人支持国王的观点，因此坐在了国王的右边。而第3等级的代表及平民阶层，包括商人、工人和农民，则反对国王的观点，因此坐在了国王的左边。从那时起，每次国民会议召开，主张民主自由的改革派都会坐在左边，而维护王权的保守派则会坐在右边，这就是左右两派的起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大家把进步的、革命的、代表中下层群众利益的思想称为左，将保守的、孤立的、代表资产阶级等少数人利益的思想称为右，这就是左右的定义。我认为人类思维中的左右两种思想倾向非常普遍、非常久远，也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弄清楚，要弄清楚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以下是我对极左和极右的定义。极右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之所以不完美，是因为存在太多阻碍进步的人，他们认为应该剔除这些人，只保留优秀的人类，也就是所谓的优秀种族、神选之民等，这样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因此，极右者经常困扰的问题是，谁是敌人，谁应该被压制、被掠夺、被清除的人。处理垃圾需要分类，需要考虑哪些垃圾可以焚烧填埋，哪些有毒垃圾需要特殊处理，哪些垃圾可以回收利用，哪些不是垃圾。从垃圾堆里找到宝藏也是常有的事。在纳粹眼里，犹太人就是需要优先处理的有毒垃圾。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的排名相对较低，而与他们战斗至死的英国人却被希特勒视为与德国人平等的优秀种族，没有任何消灭他们的计划，反而期待与英国达成和解，平分世界。能够大规模孕育极右思想的人类种群，一般来说是先进优势的种群，因为极右主义的目标是消灭拖后腿的人。如果本身就是拖后腿的人，那么按照极右主义的目标，他们就应该自杀。虽然不排除有个别人会这么做，但作为人类群体，宣扬自己所属的种群集体自杀，以为优势种群腾出生存资源，这种想法太过疯狂，无法理解，也不符合逻辑。正常的逻辑是，无论在哪家公司，最坚决反对末位淘汰制的肯定是那些业绩差的员工吧。了解了极右的含义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右派的概念。右派和极右有着相同的倾向，都主张优势群体应比劣势群体获得更多的权利、财富、生存空间和资源，只是不采取极右的血腥手段，而是主张通过政治、经济、宗教等温和的方式来抑制劣势群体和底层阶级的繁衍生息，以扩大优势群体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军事只是辅助手段而已。而极右则认为这样做太慢太麻烦，主张直接亮出屠刀来解决问题。在某些条件下，右派可能会转变为极右，比如当使用屠刀真的更快更有效时，例如美国白人对付印第安人就是如此。因此，对待极右不能表现出怯懦。二战时期英法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例子。英法的怯懦使得更多的德国人变得傲娇而侥幸，从而更加支持希特勒的雅利安人优越论的那一套极右主张，使得德国的扩张侵略欲望变得更强。需要注意的是，极右思想只有在心理优势的群体中才有市场，反过来说，这也是极右的弱点。只要敢直接对抗，一棒子打破他们的心理优势，极右的舞台就会立即垮塌。右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我们必须坚定决心，勇敢斗争，不能让右派有任何轻松取胜的幻觉。我们不能像张学良那样不抵抗，这样只会让原本不稳定的日本政治更加倾向于极右。我们必须敢于挑战，即使输掉几场战斗也在所不惜。关键是要让右派的屠刀变得不再锋利，不敢轻易出鞘。历史上仗打赢了自己却玩完的右派不在少数。例如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却损失了30多万的军队，欠下了大量的债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首相桂太郎受到暗杀威胁，内阁倒台，许多人选择了自杀。相反，
战败的沙俄政府却依然存在了10几年，比战胜的日本贵内阁更长寿。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一直对此心有余悸。后来，日本西进侵略中国，南进攻击英法，东进偷袭美国，唯独没有大规模向北侵略苏联。即使在苏德战争中，苏联军队一度溃败，即使希特勒再怎么催促，日本依然选择在东亚不向北进攻。虽然这是日本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得出的结果，但我们不能否认，当年日俄战争留下的心理阴影对此有着重大影响。那些不希望现有秩序和规则发生重大变革的人，通常被视为右派。这是因为在现有的秩序和规则下，已经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既得利益阶层是现有规则运作更熟练的一群人。只要保持现有的游戏规则不变，财富就会自然而然地继续流向这些人，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优势群体的生存资源，减少劣势群体的生存资源。需要指出的是，像比尔·盖茨、扎克伯格、马斯克这样的新兴产业富豪与华尔街、波士顿的老牌富豪是不同的。我刚才提到，右派是不愿意改变现有游戏规则的，而比尔·盖茨等人之所以能从普通人变成富豪，就是因为他们进行了伟大的创新，极大地改变了旧的秩序规则。因此，他们与老牌右派富豪的政治倾向明显处于两个不同的阵营。这其实并不新鲜，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工业革命时代的新兴资本家和欧洲的老牌贵族的政治倾向就完全不同，甚至针锋相对。否则怎么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和内战呢？新兴资本家就是通过打破旧秩序才成为暴发户的，打破旧秩序的人就是左派。但是这个左是相对的，有时效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的左派就会逐渐向右转化。比如朱元璋在草根逆袭时期，他是100%的左派领袖，义军就是为了打破元朝的旧秩序而出现的。多年后到了崇祯皇帝，他就成了100%的右派首领。崇祯的一生都在维持明朝的旧秩序，李自成才是站在他祖宗朱元璋的位置上。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并非维护旧秩序的一定是右派，打破旧秩序的一定是左派，有可能反过来。如果旧秩序就是左的秩序的话，比如原始社会是公有制，有人打破了旧规矩才出现私有制，从而进入奴隶社会。又比如在凯撒之前，罗马是共和国，到了凯撒和屋大维的时代，打破了旧秩序，罗马从共和国就变成了帝国。右派力量发起的目标在于夺取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和资源的暴力斗争，可以被视为右派的暴力革命。这种暴力革命通常以民族或国际战争的形式展开。种族大屠杀、种姓制度、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在本质上都是右派暴力革命的表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需要强调的是，右派通常极力避免内战，而倾向主张外战。其核心内在逻辑是，如果国内矛盾加剧到一定程度，右派统治集团会发现没有任何军队是绝对可信的。一旦底层人民起义，右派统治集团会陷入困境，不知道应该派哪支军队去镇压，因为军队的主力成员大多来自底层人民，他们天生就厌恶那些贪婪无良、剥削压迫自己的少数顶层统治阶级。被派去镇压革命的工农军队可能会调转枪头反戈一击。如果右派执政者再派另一支军队去阻止叛军，新派出的军队可能也会倒戈。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影响力无法估量。回顾一下历史，沙皇是不是被自己投入巨资建立的军队冲入东宫推翻的？大清王朝是不是被自己投入大量资金装备的武昌新军起义和袁世凯的北洋军逼宫下台的？德国的威廉2世皇帝是不是被自己的军队推翻的？希特勒对一战德军被背后捅刀深感痛心，却不知那是当时德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又无法通过外战胜利获取财富缓解的必然结果。只要军队的主力成员大多来自底层人民这个事实不变，那么右派统治集团就会永远恐惧内战，就会竭尽全力寻找机会发动外战，将矛盾转移到国外。在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时期，只有进行外战，他们才能稍微放松啊。至少在消灭敌军或被敌军消灭之前，本国的军队还算是可靠的。当然，如果未来世界出现完全可靠、不会反叛的军队，例如智能机器人军队，那就另当别论了。也许那时候右派统治集团就不再害怕内战了，甚至可能会渴望内战，和隋炀帝、崇祯帝的想法一样，希望消灭所有反抗的底层人民。
右派的特性可以被描述为具有与生俱来的好战和软弱性这两种阶级属性。他们是现有秩序的受益者，因此他们不希望现有秩序受到大的冲击而改变，这是他们的软弱性的根源。另一方面，右派通常是先进和优势的群体，在科技、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优势，他们希望这些优势能够得到体现，这是他们好战的一面。所以右派就像弹簧，你弱他就强。如果你显得弱小，右派会愿意利用他们的科技、经济、军事优势清除落后的种群，夺取更多的资源和生存空间。如果你显得强大，右派会担心战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无法预测的连锁反应，可能对现有秩序造成颠覆性的冲击。总的来说，右派的胆量其实并不大，在真正有威胁的面前，他们会表现得非常小心谨慎。毛主席曾经有句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他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得出的结论。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道理。富人在平日里过着优越的生活，他们当然会珍惜生命，不可能有多大的胆量。所以不要被纸老虎的威胁吓到，只要你意识到你有能力伤害到他们的生命线，他们就会立刻变得温和。而左派革命家的气质则大有不同。左派志士是真有那种视死如归、毫不畏惧的勇气去堵枪眼的，会拉响爆破筒冲向敌群，他们会大声呼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在左派革命的队伍中，有许多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陈然、江竹云这样的勇士，他们英勇无畏，为理想而战。毛主席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的任期长达数十年，党内的大小事务他的了解程度超过任何人。他之所以能看穿对手是纸老虎，就是因为跟真老虎太熟了，他对真正的强者有深刻的了解。毛主席的工作就像是虎山生态动物园的院长，他熟悉每一只老虎的习性。你们拿着 Hello Kitty 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是几个意思？要不我拿着我院里的虎仔给你们看看，可好玩了。那谁，小李，你去把小乖抱过来，给客人们长长眼。讲完了右，现在讲左。极左的思想基本观点是：世界不美好是因为一小撮坏蛋的恶行。他们认为，只要消除这些人，世界就变美好了。极左们经常困扰的问题是：谁是我们的同志？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他们往往会遇到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们不是说敌人只有一小撮吗？为什么革命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如此之大？难道这一小撮敌人有着某种特殊的超能力？他们最后往往会归结这一小撮人非常狡猾，他们有财力有权力，善于派遣和利用第五纵队，制造思想混乱，破坏革命运动，所以必须高度警惕，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想通了这点之后，极左者就会像洁癖症患者一样反复清洗自己的队伍，试图找出第五纵队。其实左派革命者感到阻力巨大的真正原因是他们自身的问题。有研究表明，暴力革命总是发生在人口结构相当年轻的国家，革命者主力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既有年轻人的活力和锐气，也必然存在普遍缺乏人生经验的问题。无论在上层人物还是底层人物看来，他们大多数都是不懂世事的年轻人，他们的言行都显得不靠谱。尤其糟糕的是，一旦左派革命者洁癖症发作，开始自我清洗时，这就更加显得不靠谱了。疯起来连自己人都杀，能有好吗？老百姓只有在被世界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会真心实意地跟着一群不靠谱的年轻人去反抗和斗争。没有得到人民的真心支持，左派革命者就像安泰离开大地母亲，虚弱无力。底层人民不是喊几句口号就热血沸腾的傻瓜，他们能看出来谁的言行看起来靠谱。必须承认，受到良好家庭教育、年纪较大的右派在这方面有不小的优势。他们有学识、有气度、有经验、有修养，一看就让人觉得靠谱。这种差距，直到左派经过艰苦的历练，产生出同样深谙事物的领导群体，才会有所改变。贪官呐，要严；清官呐，要更严，要不然怎么对付得了这些坏人呢？我们来把这句名言改一改。右派成熟，左派要更成熟，不然怎么和他们斗？王明和毛泽东的比较就像是包容性悟道前后的变化，只有后者才有足够的能力和反动派斗争啊。深谙事物的人如利夫、果夫、子文、详西，他们的人生道路充满了挑战和转变，就像前苏联的权贵变成寡头那样的人生路才是常态。再来谈论领袖，成为领袖需要满足两个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首先需要为大众所知，有名气。
其次，需要赢得大众的信任。那么谁能出名？是地位高、财富丰厚的右派人物，还是淹没在芸芸众生中的左派人物？还要令众人信服？你以为你是谁？有着王者之气，人们见了你就会顶礼膜拜？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那是钞票。领袖的产生需要有深谙事物的政治智慧，这一点对左派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这也为极右势力提供了机会，他们只需要消除少数左派领袖，就能给左派带来重大打击。例如，列宁就死于因刺杀造成的健康恶化而去世。上世纪美国的2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 X 被暗杀后，美国的黑人运动基本上陷入了低级的混乱，失去了影响力。如果没有雷暴这样的大内高手保护，包龙星是无法活到重审冤案，为其秦氏洗清冤屈的。了解了什么是极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左派。左派和极左的倾向是一样的，都是要从一小撮坏蛋手中收回权力和财富，然后较为公平地分配给弱势群体和底层阶级。但是左派并不赞成过度使用暴力，而是主张通过和平的渐进式的改革手段来实现目标。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左派不可以使用暴力，在必要的形势下，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必须的。就像包龙星去重审戚家灭门惨案，雷暴必须跟随。常委有能力学习戚家满门，也有能力学习县衙。他爹水师提督和干爷爷李公公会替他把屁股擦干净，他们只需要通过威胁和诱惑，收买小官、仵作、药铺老板和打更的来福，然后买一些毒药就可以了。所以必须有一个比常委更能打的人来维持秩序，以保证审案的正常进行。但要捋清关系，包龙星是8府巡按钦差大臣主审官，雷暴是下属跟班，也就是说包龙星是主导，雷暴是辅助，这才是左派。如果雷暴成为主审官，那就变成了极左。左派的革命行动旨在推翻一小撮坏蛋对权力和财富的垄断，这种行动通常被称为左派暴力革命。这种革命通常以国家内战的形式进行，包括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兵变和资产阶级革命等，它们都是左派暴力革命的不同表现形式，只是主导阶级有所不同。左派同样具有与生俱来的好战性和软弱性双重阶级属性。好战性源于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没什么可以失去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压迫的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而软弱性则源于无知和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对于小富即安的生活满足感较强，面对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力。前提是这真的是胡萝卜，而不是空洞的承诺。高俅与梁山的贾招安，梁山的好汉们打得他落花流水，但当宋徽宗进行真正的招安时，能坚持独立意见的好汉就寥寥无几了。区分左右的关键词其实是优势，任何类型的优势都可以。有优势且滥用优势就是右派，滥用程度很过分的就是极右。左派呢？左派并不一定处于劣势，但左派的意图一定是与右派相反的，那就是要制止有优势的人滥用优势，维护社会规则的公平性。但善作者未必善成，初心维护公平的人也有可能做事的实际结果是损害了公平，这就是极左。让子弹飞这电影很有意思，它生动地刻画了各种政治派别的人物形象和冲突，展现了一出右派狡猾、左派更狡猾的戏码。不可否认，世界各国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右派掌握政权，也就是说，像李公公、黄四郎这样的人物掌握权力的时间较长，而像包龙星、张麻子这样的人物掌握的权力时间较短。这是因为只要不是对底层人民的压榨盘剥太过酷烈，只要在经济上有少量的激励，只要右派的权贵阶层不过于自毁长城，试图仅仅通过虚构的承诺来欺骗底层人民，那么被无知和贫穷束缚了想象力的底层人民就会很容易满足，想要维持现状并不困难。正如前面所述，右派的好战性和软弱性的规律是，
右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而左派则恰恰相反，压迫越严重，就越能激发出强烈的反抗情绪。只要给予一线生机的恩惠，底层人民的斗争意志就可能会动摇。如果右派威胁到掌权者，掌权者只要摆出掀桌子砸碎现有规则的架势，通常就能迫使右派退让。但如果左派威胁到掌权者，掌权者摆出掀桌子的架势，那就是笑话了。因为左派正巴不得把桌子掀了，砸碎一切旧秩序，反正手上一把烂牌，不玩也罢，洗牌重来再好不过了呀。